你放一个拳头在旁边，然后呢，你的照片传过去之后，烂又只能存7天。为什么我们明明它就是一个有量的东西，我们不去把它估出来？大家好，欢迎收看 World Club。AI 会不会改变大家吃饭的方式？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今天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吃下多少的热量？可能很多人都会尝试记录饮食，但是能够持续的并不多。但是想想看，如果有一个餐盘，你可以把食物放上去之后，它就会告诉你分量有多少、热量有多少，还有它的营养比例有多少，那有多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有创业家，他是运用 AI 还有 AR 以及 LOT 来重新设计吃饭这样一个每天都会发生的行为。我们来欢迎 Healthy Plate 创办人 Emma。Emma 好。婉婷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Healthy Plate 创办人 Emma，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 World Club。Healthy Plate 其实我们是以卡路里计算为核心，那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希望可以协助用户以及消费者去改善自己的饮食，去觉察到自己每天吃了些什么样子的内容，那进而可以让自己更注重饮食，然后也可以就是有更好的健康这样。当初怎么会想要创业？你有没有碰过有朋友，就是吃饭的时候，他一定要先放一个拳头，然后在你的便当旁边拍一张照，要传给他的就是营养师啦，或者是他的健身教练。其实我之前就是有太多朋友有这样子的状况，我都觉得跟他们吃饭，我觉得头好痛哦。你放一个拳头在旁边，然后呢，你的照片传过去之后，烂又只能存7天。然后你知道我过去是待在咨询业，所以呢，对我来讲，数据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本人有一点点数据控、数据狂，所以我觉得你一个放拳头在旁边，然后去提供给你的教练啦，或者是说你的营养师，这个方式有一点点太土法炼钢了。一直到我有一阵子去跟另外一个朋友吃饭。他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真的带一个食物秤出门，然后吃火锅的时候，他要把鸡腿拿出来去骨，然后称完之后才能吃。我就想说 ，OK， 要么我们现在在就是记录饮食这件事情，要走一个非常极致的路线，或者是一个有一点点土法炼钢、有点随便的路线，我们就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嘛？然后从咨询业出发，我就会觉得，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是比较好的？那之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就是宏基他之前有出过那个数位佛珠。如果你的念佛的次数，然后那个诚心，你都可以用我算了几次去做一个算我念了几次佛。的话，那为什么我们明明它就是一个有量的东西，我们不去把它估出来？所以它的起心动念其实就来自于我们明明就可以有一个属于 IoT 的餐盘，然后我们不去做呢？然后我就开始上网查，我想怎么可能会没有这种东西？然后一查之后发现啊，还真的没有那不然我们申请一个专利好了。然后专利申请到了，那就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我有专利了，我应该可以发大财吧？然后就去成立了一间公司。但是后来默默的转型是，发现这个东西它的确可以用。但是它好用吗？你去吃侯布熊的时候，你不会想要拿一个餐盘，然后去跟师傅说你摆盘很漂亮，但是我要去称重，所以我要放到我自己的餐盘上面。那个情境我怎么想都觉得不通啊。所以我们后来想的方法就是，手机它可以去量这个东西的长宽高，那我们就把它应用在你的食物的容器上面。Healthy Plate 它是怎么样去算出一个食物的分量跟它的热量？我们就是用这个容器，就大部分人吃东西前面都会用容器嘛，那我们就会去量测这个容器的长宽高，那长宽高乘起来就会是它的体积，这个容器合理的盛装体积。那我们的演算法就会是从这个拍了一张照片之后，去看出这个鸡腿它占这个容器的比例是多少，然后去换算出那个鸡腿的重量。所以我们核心是由重量再去做就是后续的营养成分跟热量的估算。对 Healthy Plate 当时候你是自己测试了多久，你才敢让它上路？我们其实从2024年10月公司开始正式营运之后，我们就开始一路的边开发边测试啦。那至于我们测试了多久，其实也大概半年。那当然，我们一开始核心功能一定先出来，就是内部当然画面丑丑的很阳春，但是我们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这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最主要我们自己测啊，
我们最容易取得有那个明确的营养标示的就是便利商店的那种微波便当，所以我们真的吃了好多的便利商店微波便当，就是你买回来你不可能就是测完就丢掉了，边开发边测试，然后一直到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点是我们有一天买了全家的便当，我还记得是全家的鸡肉饭便当，它好像是个500多大卡的饭，我们算出来只有10几卡的午茶，我们就觉得可以耶，我们这一版已经可以上了。那后续当然有在做一些验证了，所以我们其实也买了蛮多的健康便当回来测。所以就是在那个 moment， 就是感谢那个便当，好像怪怪的，但是就真的是在那个瞬间觉得 OK， 我们其实可以上了这样。我们打开那个 Apple Store 呢，是很多的应用软体在上头。对，到底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用户就是我 keep 住这个 app， 让它持续的使用？在茫茫的 app 海当中被发现。对，这是最难的部分。很多 app 一样是你自己 key 你吃了什么，可是最难的就是我怎么知道我吃了多少？尤其是像拿铁好了，当然我们知道什么星巴克，它可能那个分量你查得到的。那如果不是呢？今天就是一盘薯条在你面前，你不会知道我大概吃了多少克，没有人自备那个度量衡，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一来它很难，然后二来记录本身它其实是相当反人性的事情，没有人喜欢就是记录这些东西来控制自己，所以其实在这个茫茫的就是 app 里面啊，其实好用的，至少我自己去下载下来的好用的其实真的没几个大部分一就是要问你说你自己填你吃了多少，但吃多少本身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嘛。那第二就是 OK， 现在有 AI 了。AI 会直接就是拍照告诉你说，你这个就是多少热量，多少卡路里。但问题你回去看，你会发现它的推估都是跟你说啊，你看起来吃了1份鸡腿，那1份的来源是多少克？它其实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很准确的数字。那我们的做法其实就是在这中间里面去找到一个突破口。一来我们来帮你推估出你吃了多少克。然后我们再以此为核心去告诉你说你吃了多少的营养成分跟热量。我们不希望吃饭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边吃饭还要边去记说这个热量多了，我多吃一口就多了30卡，那个压力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们其实希望我们 Healthy Plate 带给大家的是它是一个工具。我们在我们的 App 里面有一个蛮有趣的，也许观众朋友或者是主持人等等也可以下载看看。我们拍完，我们得到了就是这一餐的数值之后，我们会开始鼓励大家，我们要进入正念饮食。所谓正念饮食，就是我们吃饭，我们要有觉察，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是在吃饭哦。那至于那个什么回讯息啦，看影片啦这种行为，它其实是在破坏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沉浸式体验。特别是如果说有观众朋友，或者是说在场的各位。有胃食道逆流，你就一定要吃20分钟。那我们的 app 就会去帮你记录说你这一餐有没有吃20分钟，可以让就是消费者可以让使用者更好的去体验吃饭的这个行为。这个 AI 的崛起，特别是不管是 Cloud 啊，或是 OpenAI 之类的这样的应用平台，它会让很多的 SaaS 服务或者软体服务或是 App 的服务干脆就直接消失了。对，你怎么样去因应这个可能AI 带来的一个冲击？当然，本身你也是结合了 AI， 就是你怎么样去运用，让 AI 不会去打击到你，反而是成为你的助力。我们其实过去也真的是蛮害怕的，因为它的进展真的是太快了。那刚刚讲到说，就是像很多 SaaS 服务受到重创，其实我们本来也会有点担心。像我们的饮食辨识的这件事情，我们一样是用 AI。跟各位讲个小故事，我们以前就我还在当 B2B 业务的时候，我们以前要做食物辨识，或者是我们要去做任何一个物体辨识，我们都要去训练很多的模型，我们要收集很多的图片去建档。像我们以前做过智慧渔港的案子，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要去做鱼种的辨识。好，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要去第一个 target 是布拉鱼。所以呢，我们的工程师 train 了半天的布拉鱼，这个是布拉鱼，这个不是布拉鱼。我们 train 了大概2个礼拜。然后工程师说：“我觉得可以了，他辨识得出来那是布拉鱼了。”结果我们就好厉害哦，对，他知道他是布拉鱼。然后我们下一张图片给他米苔目，他也说这是布拉鱼。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案子之后，我们觉得食物辨识是不可行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型语言模型的时候，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行，不可能啦。那个布拉鱼跟米苔目差那么多，但是
一直到我们看到了 GPT 3出来的时候，当然它还是会有误差，但我们发现我们好像不用再去做那么长期的建模训练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 Healthy Plate 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大型语言模型去做辨识，那它辨识的能力真的很强。我们之前去吃那个酸辣土豆丝，就是一个应该是东北还是西北的中国东北西北的菜，我们一直看，我们都觉得人类啊会觉得它是个竹笋吧，这应该是竹笋吧？没有，它一辨识它就知道那个是马铃薯。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立基于它有那么大，它帮我们 train 好了这些东西，我们利用它去做我们后续的开发的话，它真的是节省了我们至少1年到2年的训练的工程。那这件事情它是我们的助力，但是的确。ChatGPT 或 Cloud， 你现在把图片传给他，他也会告诉你说他大概就是多少卡吧。但其实他也是在猜。他所谓的 guesstimation 就是他是看了这个照片，他觉得一般人会吃多少分量，他就给你一个数字。但其实你给他一张照片，然后你可能把它大小拉的跟6寸拉的跟12寸差不多大的时候，他给你的答案6寸跟12寸的披萨可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 AI 对我们来讲，当然它未来会不会发展得更好，这也是我们一直会有一点点警惕的事情。但是以目前来讲，我们的确是在 AI 的夹击里面去找到生存的点。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AI 啊，它就像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大学教授，但是呢，他在人类1到5岁这段期间，我们受到的教育，比方说这个是蓝色，那蓝色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感觉？它跟人性是有点脱钩的，他不明白这个我们人类从小被爸爸妈妈慢慢带出来的那个所谓的感觉啊，或者是一些喜怒哀乐这种情绪，越人性本质上的事情，对 AI 来讲是离最远的。那其实我们如果今天回到我们的 Healthy Plate， 它其实是一个来自于人类本能，就是吃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一些比较人性面的，去 push 它每天使用才会有记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人类跟 AI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我们接下来会持续在比较偏人性面的游戏化的体验啦，或者是后续的功能，包含我们接下来会推的一个功能叫做减肥是明天的事。它是非常符合人性，但是以不管资讯面啦，或者是 AI， 它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减肥是明天，是减肥就是今天就要开始啊。那我们其实会在这上面多做一点琢磨。那你在做这个 Healthy Plate 这个软体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定义说我要把它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它算是一个成功？你是希望你的这个成功定义是改变饮食的文化，还是帮助很多人更健康，还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可能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人业务，所以我觉得是更多人来使用这个东西，或者是说，像我们最近在跟一间非侵入式血糖仪的公司在讨论合作，我们在想说，血糖这件事情，它其实不只是糖尿病患需要注意，如果你要减肥的话，血糖的变化也是你可以着重的一个部分。我们就在想，它如果用在一些消费品市场的话，它可以长什么样子？我觉得，有人来跟我们谈合作，然后跟我们好像往这个合作促进了一个部分，然后又可以改变一些人类的习性啦，或者说消费者的一些用法，我觉得那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这个创业的道路，你会想要说什么？对啊，如果各位有想要创业三思啦，这个是最真实的。就是我觉得创业是这样，你得要找到一个是属于人性的事情。就是你得要先找到你做这个东西，它解决不是痛点，而是这个痛点背后为什么人类会有这样子的痛点，而这件事情才是最难的。所以这件事情都得回归到人类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需求，而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只是单纯有一个好的想法、好的产品，它真的未必能做。所以在创业之前，最好是把最核心的那个点先想通了，再来做，可能会比较扎实一点。我们谢谢 Emma， 也希望大家越活越健康，不要忘记订阅 Well Club， 我们下次见。我们那段时间下来胖了几公斤，不少不少。